我覺得生產的時候男生責任應該要更多因為你沒有子宮，你沒有經歷過這些，你一定要做更多的功課。我大概有40年沒有談過這個議題。您最受不了的月經迷思是什麼？就是月經來不能喝冰水，這個迷思會長大，會變成女生都不能喝冰水。那原本只是月經來喝冰水，可能有人肌肉收縮會痛，就變成女生喝冰水會不孕、會卵巢癌。種種的迷思其實就是限制了一個女性的身體自主權。台灣的生育率問題，你有什麼樣的觀察？變超少啊！為什麼台灣女性不生了？常常都是女性在被問說你要怎麼平衡家庭跟工作，男性幾乎不會被問這個問題。即使你是媽媽了，你還是可以找別人來幫忙，不會因為你變媽媽了，你就变成萬能的。我常講說，你的寶寶出生一天，你也是剛出生一天的媽媽您現在看到的是精華版，若要看到完整版，請點擊資訊欄的專屬連結。加入官方 LINE。 嗨，大家好，我是宋晏仁宋醫師，歡迎您來到初日會客室。今天要為您邀訪的是一個我仰慕已久的會運動的很特別的年輕女醫師，烏醫師。嗨，大家好。我還是想請烏醫師先介紹一下自己。我是台大醫學系畢業，然後在台大婦產科訓練之後，就在診所，在核心婦產科，大概已經做了大概10幾年，然後出了3本書，就是在講一些關於女性的健康。在我們這個年代的醫生，大家都爭着要留在大醫院。我想問一下，你們這一代的醫生對於這樣的人生決定有什麼樣的背景？主要是那時候在台大的學長姐出來開業，所以就是跟隨他們，然後也希望可以帶給台灣女性一種新的產檢模式。對，所以我觉得這個是一個人生抉擇上面，我自己覺得年輕的一代有很多很好的想法。那我們就來談入今天想要請教你的正題啊，吃事前避孕藥能不能完全避孕？還需要戴保險套嗎？就性病的防治跟避孕，當然是雙重防護最好啊。還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就是沒有一种避孕方式是100%的。那其實就算是你戴了保險套吃了避孕藥，還是有可能意外懷孕，那保險套可能破掉，或是藥物的效果不好。為什麼大家會覺得事前避孕藥傷身？我覺得2個層面，第一個就是台灣人普遍覺得是藥就是毒，而且女性自己避孕有時候就很容易被貼上這個女性很隨便，有很多性伴侶的標籤。然後再加上我們台灣女性對於月經生理期這些藥物的理解相對是比較薄弱的，比如說月經是排毒啊，因為吃避孕藥其實子宮內膜會變薄，月經會變少，他就會更加覺得那就是身體的毒素都會累積在裡面啊，覺得既然用藥物去改變自己的身體，以後會不容易懷孕啊，就會因為對原本的月經的原理不了解，所以更容易去加深這個關於避孕藥的迷思。我大概有40年沒有談過這個議題。覺得跟我當年交女朋友的時候的情境差好遠，差很遠。記得我第一次去買保險套的時候，好害羞哦。過去的醫師可能就像宋醫師不好意思，或覺得我應該女生來談吧。那所以我就覺得我有這個使命，要把事情講清楚、說明白。我覺得你今天這樣一談完之後，給我很多的啟發。那我們現在第2個問題就是說，最近也碰到很多人來做減重，是希望他的卵子品質好一點。身為一個婦產科醫師，你會推薦女性朋友有凍卵嗎？我先回答為什麼減重會增加懷孕的機會。有時候不一定是卵子品質變好，是排卵變得規則了。因為你體脂過高會去影響荷爾蒙，會讓排卵不規則。再來，他就是沒結婚他才要凍卵，因為如果是夫妻，他們就是可以直接冷凍胚胎，但是他要使用這些卵子，他還是要找到一個男性結婚才可以使用。男性现实法律的規定嗎？如果我們女同志結婚也是不能使用，他一定要異性戀的夫妻他才可以解凍。所以這個就是在你在做這個醫療措施前，你就要去了解怎樣的狀況可以使用。的確現在冷凍跟解凍技術變得很好，就是說解凍之後它存活率高達95%以上，可是實際上靠着凍卵這個技術生下健康寶寶的幾率只有8%。所以我覺得我們要理解，就是我們現在在為一個未知做準備。那當然不是說凍卵這個技術不好，而是我們不能只講它的好。我以為全世界的凍卵的女性她都有权利讓她的卵拿來使用懷孕，沒有這樣子。因為很多人他就去美国外国做了，然後到那邊去懷孕。对，所以那就又有一些階級的成本嘛，你要可以出國啊，你要可以承擔好幾個月不工作啊。但是凍卵不是只是花錢，因為要打荷爾蒙嘛，打荷爾蒙就會有一些噁心、肥胖和血栓，可能在麻醉的時候麻醉藥會過敏，可能打藥的時候肚皮會血腫。當然這些
在科技的進步跟藥物的調整下，這些幾率都已經是下降的。可是它畢竟還是有副作用，我們不能全部忽略不講。那講完這些副作用之後，然後法規講完之後，才去進入到下一步，就是說我是不是一定要生自己的小孩？到底生育對我的意義是什麼？就是我覺得女性比較辛苦，但是也是比較幸運，就是我们有一個機會提早去思考生育或成為媽媽、成為家長這件事到底對我們的意義是什麼。男生呢，就是常常等到小孩生出來了，在月子中心了，他發現他提的東西是尿布跟嬰兒車，不是高爾夫球球套了，他才發現他當爸爸了。這件事就是生物學的差異，讓男女有一個 gap， 沒有說什麼所謂好壞，但是我們就要了解我們這個性別確實會發生這件事情。那了解之後呢，我再來自己幫自己決定我要不要凍卵。好，我們來談一下一個題目哈。既然會懷孕，就有考慮到懷了孕之後也有後悔要墮胎的事情。那大部分人覺得墮胎都是一個傷身的事情，一講到墮胎，很多人怕会不會我墮了之後就再也不會懷孕了。那你覺得台灣風險控制的狀況如何？什麼時間點就不該再考慮這個墮胎？首先就是墮胎這個名詞就不是那麼的精準，因為大家想要墮胎可能會甚至嚴重到連接到你是把嬰兒殺掉。其實大部分的人工流產是發生在懷孕3個月內，那個時候只是一個胚胎或是組織。比如說我10週我小孩心跳沒有了，是不健康的胚胎，跟我懷孕10週我沒有想要繼續懷孕，這是非預期懷孕，去做的手術是一模一樣的。這件事一定要講清楚。那這個手術呢，也不是我們以前想象高中看到那種影片，它其實就是用一個類似吸管的東西，然後有超音波的引導下把裡面的組織吸出來。所以相對很多人做完他會發現我完全沒有傷口，而且也不太會痛，就很像生理期來。那當然對於不管是你自然流產或是你沒有要繼續懷孕的人女性來講，她的心理是一個創傷是沒錯，可是身體上並沒有很大的改變。那現在尤其是也有麻醉的技術是安全，麻醉科醫師，然後也有抗生素，所以之後不孕的幾率是極為的低啊。甚至我都會提醒說，你馬上就會排卵咯，你手術完14天就有可能會排卵哦。你如果不避孕，你可能馬上就會懷孕哦。這個確實在門診看到，所以其實錯誤的性教育反而是會殘害女性的身體。下面一個問題也是順着這個懷孕來的了哈，就是懷孕之後常常聽到婦女說要安胎，孕婦什麼東西是該做的，什麼是不該做的？確實有部分的人需要安胎，比如說他已經規則的宮縮，子宮頸有變化，那我們英文叫 tocolysis， 就是安胎。可是9%以上的人是不需要的。那撇開極端的狀況，孕婦是比所有人更應該要運動。你的身體會有一些重心的改變，你的關節會鬆弛，好，你的足弓會塌陷，你的骨盆會前傾，你的膝蓋會內縮，久了之後你胸部變大，你會彎腰駝背。好，所以很多人覺得我生完之後腰痠背痛，這不是因為打減痛分娩，這是因為你在孕期身體一直被往前拉，可是你的核心是無力的，是核心是沒有辦法去負荷這件事情。生完之後繼續用錯誤的姿勢去育兒，當然很多人就會有一些身體的勞損。所以我一直覺得孕期就是比一般人更需要運動，尤其是全身的肌力訓練，要用正確的姿勢發揮你身體最大的潛能，讓你在整個孕期變得更舒適。那再來就是育兒，就是要一直抱着小孩啊，那有體力其實會讓女性在轉變的過程中更輕鬆，而且覺得自己更有力量。所以這就是我覺得為什麼這件事情一定是我這輩子的核心關懷，因為他在這個過程中他發現原來運動對我的好處這麼大，他一定會以這件事為 priority。那他就可以在不管是更年期或是變成銀髮族，他都可以比較有底氣的去面對這些生命的變化。介入的時間點剛好在她懷孕的時候，是一個很好的說明點。是啊，我倒沒想到，因為這個時候大家會比較關心健康啦。好，什麼樣的情況之下要選擇自然產？什麼時候可以選擇剖腹產？我知道有些明星甚至還會挑日子剖腹產。首先我還是解釋一下什麼狀況下一定得剖腹產。就比如說胎位不正，小朋友頭在上面，那或是胎盤在前面，前置胎盤，因為胎盤一定不能先生出來嘛。那或是說他以前子宮開過刀，怕進入自然產程的時候，就是子宮會破裂，這些狀況可能就會建議 schedule 就是排程的剖腹。那當然自然產的過程，如果胎頭一直下不來，然後心跳不穩定，或是破水太久，媽媽發燒，或是媽媽血壓高，有些特殊的狀況，可能也會變成自然產轉剖腹。那有些人他會覺得我想要剖腹，我不反對看時辰，因為這個就是一
個他個人的信念。但是你問我意見，我會覺得在沒有醫療的狀況下，自然產的復原是比較好的，那馬上可以下床，那他的傷口也一定比較小。但是我都會講說，其實這個過程就是讓我們學習，有時候事情真的沒有辦法100%照你的預期。我覺得這個能力呢是成為家長很重要的，所以我就比較不會教條式的說自然產的好處什麼一定要自然產，因為我實在看到太多的媽媽她沒有辦法順利自然產，即使已經母嬰均安，她還是很多自我責怪。我跟你分享一下我的經驗好了，就是我的2個孩子2個原因都是因为我太太有子纖腺症啊，那沒辦法。对，那我第一胎生下來的時候只有1824克，那真的就是要真的非常小。然後她在保溫箱待了19天，哇，那幾天感覺上真的是覺得好像很對不起這個孩子。會。这是第一點。那第二點就是說，健康醫學這種概念，就認為說經過產道會有經歷到媽媽的所謂的益生菌。統計上好像很多的說法，說有自然產的通常都免疫力比較好，剛剛你也提到。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說，自然產的通常比較不會發胖。這壓力也太大了吧？對，那從您的經驗上面看起來，我覺得都那個個案數太少了，因為生產這件事很好做研究，因為你剖腹自然就是0或1嘛。那你日後你給你小孩的吃跟照護整個環境，你是住在污染很多的城市呢，還是你是住在花東？然後或者是你全家的健康意識，你是從小就給他吃加工食品、垃圾食品，還是你給他吃原型食物？這些都太多的變數了，所以我覺得這一類的研究我都會直接叫爸媽說不用看。那你如果真的覺得沒有，那就補充就好了。反正現在益生菌那麼多牌子，對不對？說的也是。對。好，我們再回到正題好了。那麼生產的過程可能遇到的哪一些狀況是比較危險的啊？可以提前預防嗎？有一些可以啦，比如說血栓，好，或是下肢的靜脈水腫，這些你可能可以靠運動預防。那或者說像子癇前症，可以吃一些降壓藥，現在有一些阿司匹林可以預防。妊娠的高血壓，我們可以靠飲食的調整嘛，這是宋醫師的專業。可是呢，像羊水栓塞，這個就沒有辦法，就是羊水跑到血管裡面塞到了，栓塞，這個非常的嚴重跟危險，但是也很罕見。這件事情就不是任何人可以預防的，甚至你在大醫院也沒辦法預防。可是呢，生產即使不是疾病，它確實會帶來一些身體的改變，會有很多情緒上的變化。其實大部分人驗到懷孕剛懷孕是很焦慮，所以我覺得在整個懷孕的過程中，要預防產後憂鬱症，最重要就是我們要覺察自己的情緒。那我們可以找到安撫自己的方式，或是說你有一個很好的支持的管道，即使你是媽媽了，你還是可以找別人來幫忙，不會因為你變媽媽了你就變成萬能的。就是我常講說，你的寶寶出生1天，你也是剛出生1天的媽媽。我覺得這個是蠻重要的。好了，我們回到另外一個大家很關照的題目，台灣的生育率問題。你作為婦產科第一線的接生的 baby， 你有什麼樣的觀察？變超少啊，真的啊。但我覺得少子化它不是個問題，但它是一個看到問題的窗口。為什麼台灣女性不生了？我覺得當然跟我們女性現在受教育基本上機會是人人均等，但是呢，他又沒那麼多選擇。就是說，他如果很想要同時身為一個小主管，然後他也想要生2個小孩，他可能馬上就面臨。可是他生完第一個回來，他的工作就被調去一個他本來不熟的環境，就是環境的不友善，跟他看到很多歧視，他就覺得那算了，他生一個或者他不生。他這件事情其實是男性相對比較不用去面對的，所以常常都是女性在被問說你要怎麼平衡家庭跟工作，男性幾乎不會被問這個問題。再更實務面講，我們的產假、我們的育嬰假，那你準時下班會不會被主管討厭？就是職場的問題。再來加上大家育兒會有焦慮，覺得說我們所有資源都要集中給孩子一個就好了，或者是說有些人覺得那我要選自我實現，就是育兒成本越來越高，所以很多人他沒有那麼強烈的想要生小孩，他就會選擇不要。好，我們談完了這個懷孕跟生產，我也想來跟您談一下婦科減肥的問題。那常常聽到女生減肥會減到月經不來，對，是。您遇過這種案例嗎？超多，真的啊？那你怎麼解決？先抽血去確認他是荷爾蒙低下，然後要跟他拆解他為什麼對於身材有這麼大的嚴苛。因為大部分的人並不是肥胖，他可能是中等標準的身材，但是他追求低的體脂。你碰到的個案都是就瘦，要麼就是本來不胖的人減重之後發生的問題，要麼就是瘦得太快，對，瘦太快也會。我這邊碰到的問題當然都是比較減重減一減，開始月經變得
不規則的。對，那或者說他認為他已經停經了，減一減突然月經來了，你這邊的看法怎麼樣？從生理學上解釋？我覺得還是要抽血，還是要看一下到底是真的進入更年期了，還是卵巢早衰，還是他只是原本是過度肥胖或是接近多囊，所以才導致沒有排卵。那這樣的個案真的減肥減重體脂下來之後，他月經就變得規則了，他甚至可以不用用藥了。所以月經的时候为什么會這麼麻煩，發生這麼多事情？可不可以說明一下，從女性的生理學來講？經前的時候黃體素比較高，要水腫，會嗜睡，會想吃東西，那會比較沒精神，就是所謂的經前症候群。那有些人胸部會非常的脹痛，每個人經前的症候群都不太一樣，但是基本上都會變得比較想吃東西。Okay. 所以女性在月經之前的體重都會稍微比較高一點，然後生理期來之後就會下降，都是自然的水腫。所以女性在減重的過程中，有時候面對這個數字的起伏要更放寬心。所以你平時就是要知道說，我沒有不能吃，我隨時都可以吃，那我只要吃一點點就好了。因為過度的有剝奪感，就很容易在經前這個時間點爆掉。好極了，今天談的題目也夠多，那真的是非常謝謝您來給我這麼多的啟發。可是我們現在要進入一個快問快答，比起男性，女性減脂是不是更容易受到荷爾蒙影響？沒錯，所以女性真的要多花一些時間去理解自己的生理週期，有時候要多給自己一些空間。您最受不了的月經迷思是什麼？就是月經來不能喝冰水。因為第一個這個迷思會長大，會變成女生都不能喝冰水。那原本只是月經來喝冰水，可能有人肌肉收縮會痛，就變成女生喝冰水會不孕，會卵巢癌。再來呢，為什麼討厭它？是因為女性在經前跟更年期的時候是特別容易燥熱的，女性對運動產生的熱也比較不能忍耐。種種的迷思其實就是限制了一個女性的身體自主權。另一半經痛的時候，伴侶能做些什麼？我覺得就是少做少錯。要是我的話，就問說：親愛的你，我知道你現在很不舒服，那請問我可以怎麼幫你呢？就是每個人每個月他想要的都不一樣，所以我覺得男性不用猜。孕婦的飲食喜好可以反映貝貝的需求嗎？不行，雖然都會說是你兒子要吃的，或是你女兒要吃的，但是不是。其實小孩得到的就是葡萄糖，所以沒有所謂一人吃兩人補這種概念。好，先生陪產除了在旁邊加油，還能做什麼？我覺得養好體力，因為生產有時候很久。再來就是去理解整個生產會發生什麼事情，五指全開要用力多久，一些減痛的技巧，比如說幫太太按摩放鬆啊，或者是說有些人會放一些音樂啊，會講一些笑話啊。聽起來男生的責任也蠻重的啊，當然啦。我覺得生產的時候，男生責任應該要更多因為你沒有子宮，你沒有經歷過這些，你一定要做更多的功課。下面一個就是坐月子有必要嗎？坐月子產後恢復有必要，但是規定要怎麼坐月子這件事就沒必要。坐月子的目的其實就是幫助產後恢復，以及協助這個新手爸媽去迎接新生命，所以要幫小孩洗澡啊、換尿布啊，這個過程是需要一個緩衝跟協助的。好，生完小孩之後就不會經痛，是真的假的？假的，就是要因人而異，要看他經痛的原因。經痛原因如果是因為子宮頸比較狹窄，子宮頸比較彎曲，子宮就要花很大力量把經血排出來。如果是自然產，這個子宮頸會打開再合起來，通常是會比較鬆，所以經血就會比較順的流，就很直觀的物理學。那如果他這個 case 是剖腹呢，當然沒有差所以這不一定。再來就是如果有些人經痛的原因是因為子宮內膜異位，他整個懷孕的過程中沒有被雌激素刺激，他剛生完確實經痛會改善，可是久了又會回到本來的樣子。好，如果有人猶豫要不要生小孩，你會給他什麼建議？我覺得想一下自己生而為人的目標是什麼，就是可能是自我實現，可能是體驗人生，或是有些人也很實際，就是我想要傳承我的 DNA。透過思考這件事來去想到底要不要生小孩。非常高興今天來接受我們訪問， Thank you so much。